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主要的用途呢是用来写歌。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一些类似的项目，但是之前的项目呢其实都是做音效。这个项目呢确实是可以真的去写一首歌，一首完整的歌曲。那么这个项目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先来给大家听一下，我昨天写了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效果。霓虹剪影独守路口，目光穿越人潮尽头，掌心温度残留虚构，等你的眼神将我拯救。呼吸忽然乱了节奏，晚风掠过发梢温柔，宇宙探索成你轮廓，零点零一厘米即将邂逅。我们就听到这里。那么这首歌的效果大家听到了，应该是说还是可以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怎么样用这个工具来写歌。那么今天的包呢也不是太大，10个 G 大家自己下。下完之后呢，我们还是解压。这边呢有2个启动文件啊，大家按照自己的显存来。如果你是12 G 或者12 G 以上，那么使用这个。我这边呢刚好12 G 啊，所以我用这个。假如大家的显存低于12 G 啊，那么你就选这个低显存模式。这个低显存模式我试了一下，比这个12 G 的显存占用要小啊，但是速度呢并没有慢太多，它们俩差异不是很大，所以这个项目优化的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等一下它这边启动，大家看到这边有个地址啊，点一下。那么这个是使用界面啊，它这个界面呢略有一些复杂，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各个选项的一个用途。首先第一个，这个选择以前的一个参数，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历史记录。大家如果说有曾经生成过歌曲的话，那么会在这边呢有一个记录啊，可以让你在调出之前的歌曲，然后进行一个重新修改或者是之类的东西。那么下来的是音频的持续时间-1，代表随机啊，这边有说明对吧？30秒到240秒之内啊。我们正常情况下不用去动这个数啊。然后这边有个采样按钮，这个采样的话它是生成这个下面的这个随机的一个歌曲，然后我们点一下，大家看到下面这个歌词就变了。因为它是一个随机采样的结果啊，而且这个时间呢也会有一个随机。那么这个歌词呢正好它改成中文了，所以我们就不动了啊，待会儿就用这个来做例子。然后这个下面呢是这个选择参考音频，点一下，这边呢也可以上传一个音频啊，但是这个音频传上来之后呢，我原来以为它是可以用自己的声音然后来生成一个歌曲，但实际上试了一下呢，效果有点不是很理想。如果你要选的话就这样啊。然后它这边呢有一个音频强度，音频强度如果说拉到1的话，那么就是完全就是按这个参考音频来的啊。它不光是这个声音是参考音频啊，连这个里面的内容也是参考音频啊。就实际上就是说相当于下面这个歌词就没起作用，它还是这个原来这个歌，而且我这个音频是4秒啊，那么最终生成的歌曲呢也是4秒，相当于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如果你想尝试这个功能的话，你就把它拉到小一点啊，拉成这样啊，拉成这样的话，但是生成的那个音频呢，我记得好像也是4秒。它的意义应该不是很大，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我们把它关掉，然后这个加了一个新的模型啊，模型我给大家下载好了。如果你想用的话，你就点这个就行了。可以在这个原来的歌曲上呢再加一些别的元素进来。它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啊 ，rap。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选上，我们就不选了。然后是预设啊，预设就是它给我们预设了一些类型嘛，大家应该能看懂，就不同风格的歌曲。然后这边呢是标签。这个标签呢就是对风格的描写啊，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些你想要的这个风格进去。当然我们这边呢可以把它删掉。然后下面呢是这个歌词，这个歌词呢我们也可以让这个 AI 来帮我们生成，把这个复制一下，然后打开这个 AI， 然后把它输进去。那么我们可以让它按照上面的格式啊，仿照吧，仿照上面的生成一段新的中文歌词啊。这个稍等，这边出来了，看一下它这个写的歌词应该还是不错的，我们把它复制过来。然后呢我们把它覆盖掉，这个是我们这个新的歌词。然后呢我们就用这段歌词来做例子啊。下面呢有2个设置，这个基本设置和这个高级设置，这个咱们就不细说了啊。这里面呢有一些翻译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当然大部分情况来说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保持默认。然后呢我们点这个生成，等一下我们看这个生成的歌曲怎么样。好，这边跑完了，这个生成歌曲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只花了1分钟。那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午夜街灯把影子拉长，雨滴敲打琴板的
老墙。你眼中有萤火虫的微光，照亮我曾在备忘碌碌的慌张。愿你是雨落在我眉间，在霓虹森林种下透明的诺言。愿你是雨漫过旧琴弦，把委婉副歌写成永恒的遇见。好，我们就听到这儿吧，效果就这样，可以自己创作自己喜欢的歌曲啊。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这一项大家看到了，这里面是对这首歌的一些记录。它的歌词对吧？这是我们刚才的一些选择，这个是这个基本设置啊和这个高级设置里面的一些数值、一些选择项。那么这个呢，我们刚才说了，大家如果不太懂的话，最好别动，因为这个还是有点专业的。然后这个记录啊，那么会体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输入参数对吧？你下次打开的时候，这边就会有这首歌的一些记录在这儿啊，你可以把这首歌重新调出来，再去做修改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个下面呢有4个选项，这4个选项呢可以对这首歌进行一个修改。然后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项那么就是对这首歌呢进行一个微调吧，大家可以理解为微调。这边呢是一个偏差值，就这个偏差值越大，那么这个调整出来的这个歌曲呢跟这个原歌曲呢差异就越大。那么是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这个来试一下吧。这边有个种子，你填也行，不填也行。不填的话应该是随机的。然后我们点这一项。待会儿这个生成的这个歌曲呢会在这个原歌曲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这个微调。那么出来的结果呢，我们待会儿听一下。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占用啊。现在呢是11G，然后这边呢还占了6G，所以12G 的话你就用这个。如果小于12G 的话，那么用这个低线程模式来启动。好，这边可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修改之后的歌曲，我们现在把它拉回这个前面，先听这个原版了啊，大概是这样。大家听这个开头就听出来了，这个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这就是进行微调的一个效果，大概就这样。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项，第二项的话是大家可以理解为重绘，就是这个呢会对这个歌曲的一部分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编写。那么这边呢同样的是偏差，偏差值越大呢，那么可能就越不像。这个我们还是保持它这个默认吧，0.2差不多这样，这种可以控制啊，随机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片段的这个区间，我们可以这个开始时间是0秒到30秒之间，或者是再大一点或者再小一点啊，这些大家可以随便去拖这个条，然后去决定这个区间段。这边呢我们小一点，0到10秒吧。这是这个开头的0秒到10秒之间进行一个重新编写，然后我们来点这个开始，看看这个结果。那么这3项呢其实没什么可选择的，其实我们使用这一项啊，然后来创造的这首歌啊，所以这个一般来说都是这一项。出来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0到10秒之间有没有变化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原歌曲大概是这样，然后来听一下我们下面的。它这个好像不太明显，偏差值调小了，偏差值拉大一些。好，然后再来一下啊，这边可以了，听一下。我们可以听出来这回区别就比较明显了。那么这个就是重绘的一个作用。那么后面呢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听一下。午夜街灯把影子，你再来听一下。午夜街灯把影子，后面是完全一样的，仅仅只是这个区间内不一样。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是编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编辑呢有2个，一个是编辑标签，一个是编辑这个歌词，都可以进行修改。修改完了之后呢，有2种模式啊，可以保留旋律，也可以改变旋律。这个比较明显啊，我们简单来做个实例吧。我们选这个改变旋律，在歌词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这个旋律，点一下编辑，出来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改变旋律是什么样子。午夜街灯把影子拉长，雨滴敲打琴键般的老墙。好，这个就是改变旋律啊，歌词没变，但是旋律变了，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这个保留旋律。保留旋律的话，我们把歌词复制过来，把这个第一行这个歌词改掉，我们直接随便打，就你好吧。好，复制一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保留旋律的情况下，它是怎么唱的。
然后我们直接听这个歌词被改变的地方啊，应该差不多在这儿吧。你好的好，你好你好，是吧？调没变啊，但是歌词呢已经变成了你好。这就是这个编辑。最后一个呢，看这个扩展。这个扩展的话，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就是对原有的歌曲呢进行一个扩展。它是分为像左扩展还有右扩展啊，意思就是说开头啊，现有乐曲的开头或者结尾添加音乐啊。上面这一项啊，是代表在这个开头添加这个音乐，下面这个呢是代表是在结尾添加音乐，它们俩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这个为了明显一些，我们这个开头我们添加5秒，然后呢结尾啊我们也加5秒，稍微少一点，这个跑起来快，然后直接点这个扩展。好，我们等一下这个结果。好，有了。那么这个其实我们直接看这个波形就能看出来，大家看这前面是这样的，然后这边呢前面多了一节，听一下啊。啊，这就是新加的这个5秒的音乐。结尾的话应该也比较明显的，看这个波形就知道。大家看这个波形对吧？听一下啊，最后5秒嘛，我们看一下这个是51秒，2分钟51秒，这个是2分钟56秒，多了5秒，而且多了一个这个。那么这个工具呢，所有的用途都给大家讲清楚了。那么对这个写歌感兴趣的人可以下载下来试一下。大家拜拜。